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只非常巨大而且长相不太好看的怪物，没有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吸血鬼海岸，这个名称为腐烂利维坦。可是我怎么看起来好像是一只超级庞大，然后长相比较丑陋的巨机械啊？我是这么感觉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它可是拥有150的非常高昂的护甲，这护甲值非常高，很可怕。绝大多数的单位只要是没有破甲花打在它身上，基本上是感觉是没有输出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单位主要是这边有提到防御者，我们看一下哦，它是有着抵御冲锋专家，就是基本上冲锋加成撞下去，撞在他身上是不会有的哦。而且它又是免疫侧袭，所以说如果像是射念那个打侧面或是打屁股会有加成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它免疫侧袭外加你没有办法冲锋加成，所以射念要处理这只应该会很头痛才对。之后我觉得考虑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呢，引发恐惧是基本上是都会有，单体巨兽都会有引发恐惧，而且它本身是具有远程能力的哦。虽然说距离不是很远，145，算是普通的弓箭手那种距离。我们看到就是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上面拿着枪的这些单位。可是它的远程威力，我觉得这个低到基本上可以无视啊，真的不是很高。它主要工作就是扛线啊。好的，这只怪兽介绍有点久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领主。这个是传奇领主，骑乘的是金巨兽，不是飞龙哦。不过它也是会有飞龙的吐息，就对，它也是有着类似吐息的这种魔法。死亡尖叫，意思也是一样，就是3次吐息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吸取法力，骗图就是诅咒技能，减速度，减近战防御，减对方护甲，减30。这个还不错，而且它是可以无限使用，它不是次数型的。那这边就是还有老样子，就是通常挂这个恢复的都会易受火伤，都会落火。然后它可以移动射击，然后最主要是它有这个能力，它本身如果弹药数量足够多的话，很多远程能力都会获得提升。然后再就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误抗可以让对方误抗减 10%， 这个算不错。然后呢，它的破甲伤害也不差，有 50% 以上都是破甲伤害，而且它近战的时候可以让对方中毒。我们都知道中毒会减速度跟减那个近战跟远程的武器威力，还有你的破甲伤害也会被削减，所以遇到会中毒的稍微比较麻烦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前方，老样子是僵尸甲板水手队，最低阶的单位，主要就是用来扛线，而且不死族的扛线非常的好，它不会跑掉。然后呢，这次老样子我们又玩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自爆怪啦，很好玩。我这边安排2只，其实这一只我觉得不应该安排在这么后面，我应该安排在旁边或是更前面的位置。我之后觉得我自己这个位置不是很好。然后这边带了2队的甲板炮手，我看上的是它的射程245，这个距离真的是超过非常多的弓箭手，很多弓箭手都没有这种射程距离。但是如果以炮兵来讲，这个距离算短。所以呢，我准备了2支炮兵，2队的炮兵，短管箭炮，主要就是看上这个450这个超长的距离，450真的是非常远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腐烂暴猛蟹，怪物算是怪部啦，巨大怪兽。对啊，如果说步兵其实也不太算，反正它就是怪物单位，怪物模组，而且它的护甲120也算非常高，然后它的破甲伤害占比也非常高，蛮好用的。就是要说硬也算硬，然后要输出也算是有输出能力，都不差。唯一可惜就是速度可能慢了一点。
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这边的单位啦。今天打是古墓王，那我们这边使用是领主是至高女王哈利达，她是一个决斗者。通常有决斗者的标签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，他近战攻防其实会非常高哦，就是比较容易打到你，然后你很不容易打中他。这个时候，这种的话就是在单挑的时候非常好用，这就是所谓的决斗者。决斗者护甲强度不一定会很高，但是近战攻防通常会比较高，而且他还带着中毒状态。刚刚有提到，中毒就是会减速跟减你的近战武器跟远程武器的威力。这个就会让你非常头大，然后本身是带有这个以自身为中心爆炸的魔法，也就是说它不容易被围困。虽然说步行的时候用处会比较大，它如果骑乘东西我倒觉得还好，不过加减，毕竟爆炸的时候也是会有带着中毒以及有一点点伤害，算不错。那我们这边大致上简单看过去一下。那后面呢，带的是2队的尼克卡拉骑手反步兵的骑兵单位，不算最低阶的啊，因为还有更便宜的，不过它是可以用来反步兵的，不错。然后这边是古墓王这一次的主力中的主力，白骨巨人，不要小看它。首先它射程350，算一个合格的炮兵啊，我觉得350算一个合格炮兵，而且它的远程威力不差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这边有着爆破伤害，然后远程破甲伤害180点，这个非常的高，而且它本身的近距离交战能力也不差哦，它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单位。真的要讲话，老样子没速度，护甲强度80，就是矮人那个重甲基本标准，其实也不算差啦。而且它本身这边看一下哦，它的远程是带有魔法攻击的哦，所以如果你算有物理抗性，但是你没有魔抗的话，你被打还是很痛哦，这个就是要小心要注意的。然后2队的骷髅弓箭手就比较普普通通的，然后射程较远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标签应该是写错了，140我从来不觉得算远啊。那这边2队的长戟兵老生常谈啊，就是反大还是反大，大型单位、骑兵单位没事不要撞它。那这边就是基本的长矛兵虽然说也是有反大能力，但是还是可以撞它，因为这个反大能力并没有到很好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死灵祭司反步兵，它主要就是可以提升建构物的一些能力，而且还可以帮建构物补血。不过放在这边，其实我觉得放错了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吧。那刚开始呢，远程交火嘛，都是炮兵的强项啊。这2只也算是炮兵啦，350我觉得距离很够了。刚开始呢，我方的甲板炮手先针对对方的那个女王不断的射击，毕竟我方有距离优势。好，他直接抓了一只腐烂，更正，抓了一只自爆怪，炸下去其实他没什么感觉，坦白讲，这个自爆怪死了有点可惜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另外这只自爆怪能不能做到什么事。我们打算去炸这一队长戟兵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可以，对方攻击手没注意到这个爆炸，好，很漂亮。一个自爆怪换掉对方2队长戟兵，这绝对是赚，这个绝对是赚翻了。那前面这边就开始接战的，然后腐烂利维坦也直接往前一跳，然后看到2队长戟兵基本上被炸烂，这个我不用怕他了。对方血量这么惨，基本上你就是直接踩过去就结束了，不用怕。好，我们这边转头过来看一下女王现在发生什么事哦，因为他这边是不断被击火，他是被2队甲板炮手在击火当中，所以他很痛苦。毕竟他是近战的决斗者，他没有远程能力，所以等一下打着打他就会蒸发掉了。那这边呢，腐烂爆猛蟹也抓到对方的尼克卡拉骑手，而且尼克卡拉骑手本身是属于反步兵单位，打这种怪物单位会输会死的非常难看，而且现在那个领主死亡消息已经传播出来哦，所有那个不死族最怕的事情
士气会开始崩坏。好，不过对方另外一队尼克塔骑手有成功切入，而且打到我方炮兵。这时候我方领主就直接变成近战模式，直接跳下来跟对方打。我不能让他再破坏我第二个炮兵，炮兵正是能存活越久其实越好。好的，他就持续咬，基本上是稳赢的啦，只是也用掉不少的血量。然后对方的，我看到对方白骨巨人持续不断在点我方的领主哦，每一发都非常的痛哦。那这边呢，我方的甲板炮手也打完了对方的领主过后，也开始往前贴近哦。开始直接攻击对方的白骨巨人，然后这时候完全没注意到，对方直接在我那个点上直接刷了一队这个乌沙比特，这个是古墓派系的专有技能，他们灵魂国度到3级过后，除了可以补血，还外加一个可以召唤一队乌沙比特在战场上任意地方。最怕就是这种直接召唤在这种我方远程输出单位身上，好，直接就砍死了。那这一队其实等等也会直接蒸发，他的时间非常足够。好，我们这边回头看一下近战这边哦。那腐烂利维坦呢，现在不断的在撕咬对方的长毛兵。因为长毛兵其实不用太害怕，如果是长戟兵的话，建议还是退，不要跟长戟兵打。好，对方持续不断在点我方领主，我这个受不了。但是我还是要想先把对方英雄先解决掉。英雄跟领主都被解决掉过后，其实对方士气会非常的重挫，会非常明显。然后对方的那个来不及打完，因为我发现对方的白骨巨人真的点的太明显了，我方领主会受不了。如果我方领主被点掉了，其实胜负就难讲，搞不好会输。那好消息是我方的这个腐烂利维坦其实血量非常的充足哦。其实我们看到战场上几乎都是剩下敌方单位哦，我方基本上这边单位都没有，近战单位基本上没了。然后这边呢拉了一队的腐烂暴猛蟹去抓对方的这个白骨巨人。我们刚刚有看到白骨巨人其实他的近距战斗数值也不差哦，他这样打着，腐烂暴猛蟹其实也是打不赢哦。他这样一下下去，其实这个我们也是会被打完，非常可怕。好的，然后对方白骨巨人这一队的弹药已经全部射完了哦，那他就是往前走，要开始那个近战攻击了。然后这边我方打着，把对方的部队基本上都打完了，剩一队长毛兵，这个就不理他了，因为这个能对我们的造成威胁其实不大。我们直接用腐烂利维坦去跟对方白骨巨人决一死战。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没有底，坦白讲，因为毕竟打完这一队，后面这一队其实也要在户外打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了一个每秒那个体力消耗加1%的法术在他身上，这样的话对方走路速度会更慢。其实坦白讲，这个时候放这个法术在他身上已经没什么太多的效果，只是放好玩的。因为他速度其实移动速度本身就很慢的，然后去放这个，其实我觉得单纯想放而已。好的，这边看到对方这个血量已经那个差不多剩没多，但是没错，我方的腐烂暴猛蟹死了，这时候我就要赶快跑了，因为我这个血量他还有弹药，我有注意到他有弹药，所以我一定要先跑。他只要想要转头射击，我方领主被射掉的话，非常有可能会那个战况会逆转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领主要先拉开，一定要拉离他的射程范围。好，我现在是把腐烂利维坦牵制住对方的白骨巨人，已经确定他没办法动手，所以我才绕回来，准备可能要旁边放技能支援。然后对方的白骨巨人这只崩解过后，另外一只士气也承受不住，也开始在扣血了。然后最后就是崩解我方就会获胜了。我们这边加速过去。
这一场其实打着打着，我方差点被翻盘，主要就是对方这2只白骨巨人。不要看他的感觉击杀数没有很多，但是他后面不断在点我方领主，会非常可怕。那领主被点掉的话，有玩不死族都知道这个那个损失会多可怕。然后这2个自爆怪有一队算是做到非常好的事情，把对方的2队长戟兵直接炸掉，一只炸在领主身上，就扣了1格，大概10%吧，10%到15%的伤害，其实没有到很高。然后甲板炮手，其实我没有想到站的距离，其实没想到足够让那个乌沙比特砍完再走过来，我完全没有想到竟然会这样子，然后导致这2队直接争霸。其实这2队争霸过后，那个战况就开始很不利了，就是我方战况就开始很危险，然后那个领主一直被点，那个导致战况极度不利。我后面发现的时候，有在注意的时候，其实感觉已经太晚。虽然说有成功有拉开，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发现时间还是太晚，因为当时一直想去击杀对方的英雄，想要让对方的士气快速崩解，然后差一点赔上我方领主。不过还好，最后有成功拉开，然后弗莱利维坦非常坚挺，非常好用。这个坦白讲，我是觉得蛮意外的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